这狗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哎，嘿嘿嘿，小骚货，别说话，乖乖从了老子，不然我先奸后杀！来，让大家看看长什么样啊！鬼啊！鬼啊！别过来！你是谁啊？你别过来！还有一个鬼，是南家的小姐让我看的，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！你还记得他吗？姐，别人情况危急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姐。快，先送手术室。站住！穷鬼还治什么病啊？王医生，你看看我这腿都破皮了，你快点过来呀！你是聋了还是瞎了？这可是南家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只是腿破皮了，我女儿她情况很危急，如果王医生不跟她主刀的话，她真的会死的。松开！妈，你这种下等人竟然也敢碰我，给我打到见血为止！姐，救救我们吧！别打，放开我妈！放手！妈！你当初害死我妈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呢？是大小姐吩咐我干的。你要报仇，报仇找她，不要找我。你放心，先解决你，下一个就是他了。妈，你醒醒！妈，你醒醒！老婆子，你怎么了？老婆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就靠这个女人挣钱养活的。你把她打得半死不活的，我怎么活啊？你等着，告到法院去，我看你怎么办。等着。这些钱应该够了。够了，够。这些钱不能借，妈快不行了。你个赔钱货，你懂什么？报警你妈也没了，老子又有钱了，你又可以玩两把了。沈雨欣没有呼吸了。一大早上就见着这几个垃圾，真晦气。我们走。为何绚烂叫人浮动？为何爱？一切尽在沈总的掌握之中。知道李靖好色，想到用这种方法引他上钩。下面就该轮到南陵了吧？妈妈，姐姐，我会让害死你们的人一个一个下地狱。送我回盛家，晚了，少奶奶又该生气了。南陵，你想不到我化名成冷漠，日日在你身边。你最爱的胸针正在将你推向死亡深渊，我会亲眼看着你身败。冷漠，盛家的规矩，女佣外出前要请示主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刚才老夫人让我去超市给她买些果脯，正好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芝麻糖葫芦。别以为你的这些小聪明能用在我身上，太聪明的狗是不能留在这个家里的。少奶奶，您教训的是。
被狗舔过的糖葫芦，好吃呢。有人在外面吗？我头发缠住了，可以帮我解一下吗？少爷，好香啊！什么洗发水？叫引诱，少爷喜欢，我也帮你买一瓶。引诱，我喜欢。少爷，帮我买一瓶。别让少奶奶知道。南陵啊，你会为李青的死头疼，而你老公却在我房间里乐此不疲，游戏真是越来越好玩。死者的身份正在核查之中，现场没有找到任何有效证物，初步认定这是酒后意外。怎么会？那枚蓝宝石胸针呢？咖啡凉了。是。怎么？很意外吧？把胸针给我！别着急，这可是你杀死我老公的证据，我才没有那么笨呢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知道你那个废物老公惹了什么疯子？你可别蒙我！要不是你在背后授意，李晶怎么会失手杀人？这下你又想杀人灭口，给我5000万，不然我就把你的事全都倒出去。你把胸针还给我！把胸针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我的胸针！少奶奶，救救我！救命！少奶奶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快拉不住了，少奶奶！自寻死路的贱货！不过，他是怎么拿到这枚胸针的？糖浆，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芝麻糖葫芦。我的胸针是你偷的，李晶的事情也是你做的，你到底是谁？少奶奶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我也不认识李晶，而且您的胸针不是就在这里吗？我告诉你，无论你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接近我，你都不会如愿的，你只会像之前那些拦路虎一样，人间蒸发。少奶奶，昨晚不知谁偷用了您的浴池，您最爱的浴袍被扔在了地上，浴袍上有2根黑色的头发，可您的长发是褐色的。是你，昨天晚上趁我不在，你做了些什么？少奶奶，您觉得我昨晚做了什么呢？少奶奶，其实下人们私下早就传开了，说冷漠这个贱货私底下经常勾引少爷，还说他左肩有颗痣，咱少爷喜欢的不得了。贱人！给我扒开他的衣服，我倒要看看他的左肩有多销魂。是，少奶奶。不要，放开！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少奶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在干嘛呢？应该是我问你都在做什么吧？莫不是昨天晚上跟这个贱人一起用了我的浴室？你在那发什么神经啊？昨晚我在书房赶企划，
你也没有睡觉，是婉晴突然回来用了你的浴室，嫌你的浴袍脏丢在了桌上。要不然你去学校问他，时刻记住你的身份，惊扰了祖母，受苦的还是你。你是故意含糊其辞，惹我发怒，让瑞昭看到这一切的是吧？好啊，我最喜欢玩这种折磨人的游戏。少奶奶怎么能误会我呢？我对少奶奶再忠心不过了，忠心的想让你去死。我对你的忠心没有兴趣，3天之内，我一定让你滚出盛家。我高贵的少奶奶，到时候滚出盛家，成为过街老鼠的，还不知道是谁。对了，散布那些流言的，还真不是我。三少爷，请喝茶。你怎么穿少奶奶的衣服？这是赝品，好东西谁都喜欢。尤其是别人的东西。你的肩膀很好看，记不记得我说过什么？三少爷说过，要是肩头有颗痣，就更好看了。不喜欢赝品，你穿这身很好看。明天去这家店买件真的，记我的账。多谢三少爷。南离，你生命中的爱都会离你而去，最后我要让你在绝望中为我母亲和姐姐谢罪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怎么了，少奶奶？有人在我的首饰上面涂了香精。少奶奶对香精过敏，是谁这么狠心害你？是你！这些首饰早上只有你一个人在擦。我没有啊，三少爷，我没做这种事。你还敢狡辩？你这个贱人！像你这样卑贱的人，能安什么好心？白管家，把他的脸给我划烂，让他滚出盛家。是，少奶奶。你被开除了，跟我走。你别赶我出去，我有证据，放开我！这是什么？我有直播的习惯，我是在记录女仆的一天，所以把手机藏在了这里。这个夫人太恶毒了吧？是她自己涂的香精陷害小女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我们可以作证，小奴仆是冤枉的。家人们，实锤了！这个剑好像是盛家三少奶奶，旁边那个就是盛三少。江南首富的脸都丢尽了。你们两个先出去。是。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，一个小丫头，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昨天琼斯定制的老板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一个姓冷的小姑娘拿了一套礼服，由盛三少买单。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连我都有脸面吗？没有人能抢走我的东西。我通知你，我们3个人的猫鼠游戏正式开始。你错了，南离，盛瑞昭还不够资格，这是你我2人的生死局。
南陵，你一定想不到明天盛老太太的生日宴，你会是最大的惊喜，等着身败名裂呢。糟糕，今天是那个老太婆的生日，我得走了。别急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。啊，您好，瑞照，怎么不见南陵？作为女主人缺席，成何体统？奶奶，我这就去给她打电话。南陵跑哪儿去了？少爷，就让我假扮少奶奶吧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少奶奶缺席总归是不好。放心，我有面具，不会有人发现我是假装的。南陵视你为眼中钉了，你还敢贴近我？越危险，就越想要得到。少爷也是吧？你很聪明，谢谢少爷夸奖。干杯！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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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盛瑞昭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南陵啊，这只是今晚的第一个惊喜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那个戴面具的不是三少奶奶是谁啊？难道是盛先生的情人？让情人代替正妻出席宴会，把三少奶奶置于何地啊？爆发吧，南陵，好让我这个完美的女仆替你收场。南陵，做得很好。各位不会当真了吧？这一出真假少奶奶的戏份，是我和瑞昭给大家准备的惊喜 ，surprise！ 南陵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妈，你拉我进来干什么？今晚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又跟哪个男人偷情去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那脖子上的吻痕。我跟你说啊，玩归玩，千万别让盛瑞昭发现，不然盛家的钱我们一分都捞不着。哎，行了，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。再说了，出去偷情也不能全怪我呀。要不是盛瑞昭那方面不行，我至于出去玩男人吗？哎呀，妈，你放心，等外面那个老太婆过几年进了棺材，就没有人能管束我了。到时候盛家的财产全都是我的。你知道轻重就好。南陵，你跟我来一下。今晚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是不是又跟哪个男人偷情去了？出去偷情也不能全怪我，要不是盛瑞昭那方面不行，我至于出去玩男人吗？等几年外面那个死老太婆进棺材，就没有人能管住我。还说出来，算盘打挺好啊你。瑞昭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是啊，瑞昭，南陵对盛家可是一心一意，他绝对没有做过。我宣布，南陵不再是我们盛家的孙媳，瑞昭明天就会跟他离婚，让大家见笑了。我老太婆的生日会就到此吧，恕我老婆子失陪。聪明的少奶奶，看着你被赶出盛家只是第一步，我会阴魂不散地跟着你，直到你付出血的代价。签了字，赶紧给我滚！你让盛家颜面扫地，还有脸在这儿打扮？我跟你说话。这是我在这个家里听到过最美妙的前奏曲。
盛瑞昭，你怕是早就想跟我离婚了吧？如今可算是逮到机会了。你这不是第一次了吧？当年你费尽心思爬上老男人的床，也是为了我们盛家。你现在这副嘴脸，怕是忘了当初怎么求我救盛家的。不就是靠着你出卖色情起来的？你真让我恶心。盛瑞昭，算你。南陵啊南陵，穷途末路的感觉很享受。我南陵也不是吃素的。作为你旗下奥拉珠宝首席设计师及总监，我手里握着公司明年所有的设计及商业计划。你说我要是把这些东西卖给你的对家，你将会损失多少个亿？宴会上你打我打得很疼，作为补偿，山上那栋别墅我就勉强收下了。你还有录音的那个事情，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。我讨厌被人算计，把幕后那个人给我揪出来。你懂我什么意思？南陵，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。不过，我突然有点好奇，你被一个小女佣踩在脚下，会有多狼狈？一定很有趣。谁更有趣？我们走着瞧。少奶奶不会离婚，为了留在盛家，她一定会拿盛家的利益要挟你。你不过是个小女佣而已，凭什么这么肯定？你不信啊？一会儿和我保持通话，我也想看看盛家三少爷怎么输给女人。真的很佩服你的自信，南陵。我的棋子还有很多。都被你猜中了，果然不简单。我帮你摆脱南陵，你帮我留在盛家。不对，我应该开除你，然后把你圈养起来，做我一个人的笼中雀。我冷漠从不做男人膝下见不得光的女人。三少爷如果真心喜欢，就解决掉三少奶奶，我自会投怀送抱。南陵对我尚有利用价值，而你不过是有几分姿色的低微女佣，想取代她的位置，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？不自量力的是你，少爷。南陵今日敢威胁你，就是真的动了出卖盛家的恻隐之心。你的枕边藏着一颗定时炸弹，只有我能拆。想要一辈子不受南陵的牵制，就想法子把我留下来吧。给我把鞋穿上。盛家三等女佣要求之一，就是对主人进行跪式服务。你的膝盖应该没那么值钱吧？捡起来。别打了，放开我嘛！很眼熟吧？你果然是那一家的女儿。你来盛家是故意接近我是不是？你来盛家是故意接近我是不是？少奶奶在说什么？冷漠听不懂。冷漠只是觉得您这么高贵的人用这么脏的东西，实在有辱您的身份。那你说垃圾应该怎么办？垃圾吗？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冷漠，我早就说过会查出你的底细。我知道昨天晚上的事情是你做的，你被解雇了。收起你拙劣的演技，给我滚出盛家！
能让三少奶奶这么高贵的人接坏，冷漠真是三生有幸。站住！给我好好搜搜他，这种下贱坯子手脚不干净，谁知道会不会拿我们盛家的东西？少奶奶放心，我盯得死死的，盛家的一根头发丝他都带不走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再染指我们盛家。慢着，冷漠，你不能走。祖母，为什么呀？你这个贱妇，用公司前程来要挟瑞昭，赖在我们盛家也就罢了。为了大局，我忍着，但是你亏待我的家轩，我就不能不管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还问你呢。这后妈怎么当的？她摔伤你都不知道。如果不是冷漠及时发现，给她处理的伤口，我跟瑞昭商量好了，决定提拔冷漠为一等女佣，以后由她照顾家轩。我警告你，以后家轩有任何闪失，我绝不饶过你。走。没想到吧，少奶奶，我致和你的棋子可不只是瑞昭一枚。冷漠姐姐，这样真的能整到我后妈吗？放心吧，看到你受伤，你奶奶和你爸爸都不会放过她的。只要你演好戏，千万别露出马脚。好，他对我不好，我帮你这回。你帮了我这回，以后我们就是互相关照的好朋友了。嗯，这张照片是我打扫地下仓库的时候在你旧衣服里找到的。是我妈妈的照片，肯定是那个坏女人给我扔掉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她平时不让我留妈妈的东西，我讨厌她。她喜欢的只有小来，比对谁都好。小来？小来是谁啊？小来是他侄子，经常来我们家玩。南陵对他可好了，有一次他玩火，南陵为了救他，差点烧伤自己。他明天会来，你就能见到他了。不对，我查过南陵没有兄弟姐妹，哪来的侄子？这个小来身份绝对有可疑。快躺下睡觉。三少爷，我来看看嘉轩。啊，小少爷睡了，我们出去说吧。真有本事呀，知道利用我儿子留在盛家，小孩子都要被你带坏了。少爷怎么能这么说？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啊？这么说，是你有坏心思。这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？听嘉轩说明天小来要来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南陵的侄子有什么好准备的？你这样不怕少奶奶生气啊？他有什么好怕的？南陵，这场复仇游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。这段时间小来少爷会住在家里，你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照顾他，有一点差错立马给我滚蛋。是，三少奶奶。小来，我好想你。盛家轩，你看看你这个手脏的，果然没妈教的孩子就是不知道规矩，你都把小来给弄脏了。三少奶奶，冷漠，你怎么照顾少爷的？少奶奶，我去给小来准备了一些她爱吃的零食。小来，拿着吧。这种垃圾食品，只有你这样的下等人才会吃。少来巴结他，离少爷远点。姑妈，我想吃。小兰，你忘记我跟你说什么了？
这种垃圾食品吃了对身体没有好处的。你记住这个女人的脸，一定要离她远一点。她给你的任何东西，你都不能要。走。冷漠姐姐，你还有糖吗？南陵，你最在意小兰是吗？就让我把她变成伤害你的利刃吧，一定是一刀一刀刺骨寒心的痛。冷漠，这一次圣瑞照还能保住你，我就不姓南。瑞章，你快出来！嘉轩受伤了，瑞章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也是给嘉轩穿鞋的时候才发现的，他的鞋底被人塞满了图钉，一定是你。少奶奶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？因为老太太上次说过，嘉轩再出任何问题都算在我的头上。你那么恨我，不就是趁这次机会借着嘉轩来整我吗？少奶奶，你的想象力还真丰富啊！我没有做过这种事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发誓有个屁用！祖母，这个女人心机太重了，你们千万不能被她给骗了。少奶奶，搜到了，从冷漠床底下搜到了这个图钉。果然是你，把她给我摁住，用这盒图钉扎满她的手，赶出盛家。是，不是我干的，三少爷。老夫人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叔父，冷漠姐姐是被冤枉的。小孩子不许乱说话。小兰，你都看到什么了？白管家撒谎，我刚才看见他拿着这盒图钉溜进冷漠姐姐房间。白管家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原来是你这个贱妇！不是我，我是被……做错了事情还敢狡辩，你就不怕你儿子看到你做坏事学你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等一下，奶奶，你先带小来进去吧，这件事儿我来处理。来，跟奶奶上去。奶奶上去。南陵，你伤害了盛家最宝贝的孙子，我今天就看看你能不能逃过此劫。刚才夫人不是说了吗？谁干了坏事，就用图钉扎满他的手，那就一颗也不要剩下。少奶奶救我！少奶奶救命啊！少奶奶！冷漠，以后你带着小来，别让今天这种事儿再发生在他身上。是。站住！不许你！白管家那些话你教的吧？为了对付一个女佣，你连小孩都不放过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我不是人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告诉你，别让我知道你们两个私通一起对付我，否则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看样子我说的对，南陵非主不可。真乖。谁让你穿成这样干活的？小来，姐姐这样好看吗？冷漠姐姐超级漂亮。小来，你先出去，姑妈有话单独跟冷漠说。小来，去吧。好。小来，你忘记姑妈跟你说的吗？这种下等人给的东西是不能要的。你先上楼去玩，一会儿姑妈再给你拿一个，好不好？哼！少奶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明明跟你说过离小来远点，
你听不懂话是吗？就因为你，小兰现在都不愿意理我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是吗？那看来小来还是很明辨是非的嘛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你找我麻烦吗？因为还有个惊喜在等你。你说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！少奶奶，您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干什么？冯太太，没想到堂堂奥拉珠宝的首席设计师，竟然是这种疯子。盛先生，这种人设计的珠宝我是不会要的。关于定制的事情，在意吧？冯太太，再给一次机会吧。冯太太，奥拉不是只有南陵一位设计师，不如您看看我的设计，再决定去留。果然不错。盛先生，这位设计师可比那位首席强多了。我跟我先生结婚纪念的首饰就全交给冷小姐设计了。放心吧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竟然还懂珠宝设计，说，你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我会的，还很多。和一个女佣搞暧昧，还真是不怕脏了嘴。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我正好也想一想，该怎么利用你们的奸情，帮盛家出风头。我先去应付他。你越来越让我着迷了，记住，你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与其花心思在这些小伎俩上，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保住你奥拉首席的位置。你什么意思？冯太太已经决定采用冷漠的设计，你最终还是输给了你最瞧不上的女人。也是，奥拉也是时候换个又听话又好用的首席了。他的能力的确在你之上。见到他了吧？见到了，这女人旁边还有个小孩，要不要一起喂口？他应该是接盛家轩放学。价格翻倍，不要留活口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冷漠呢？他说今天要接小来放学，所以让我自己先回来了。什么？那个孩子是小来？别伤害那个孩子！停止！停止！真歹毒啊，少奶奶！小来差一点就要死了。姑妈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托小来的福，我们现在还死不了，但是你等着，这份大礼我一定会10倍奉还。走。冷漠，你敢用小来要挟我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不会。小来，没事吧？你受伤没有？你受伤没有？你是个坏女人，我不想再理你了。你怎么这么跟我讲话呢？我是姑妈，我不想再理你了，我要跟冷漠姐姐在一起。不许打冷漠姐姐，不许打她！这个你没有资格碰你，给我上楼！放开我，放开！我要冷漠姐姐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要冷漠姐姐。
今天发什么疯？小莫，把孩子带上去。是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小脸都葱了。来，我给你抹一点精油润肤霜。不要，我对香精过敏，姑妈说我是遗传妈妈的，不能随便涂这些，不然会全身难受。原来是香精过敏啊。少奶奶对香精过敏。你想用孩子来要挟我，你打错算盘了。小孩子最需要陪伴了，整天想着怎么算计别人，怎么照顾孩子，你说对吧，小兰妈妈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明明是过敏体质，有遗传几率的。你和小兰这么巧，都香精过敏，只要验一下 DNA， 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我警告你，你如果敢乱说的话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小兰还小，不该卷入我们之间的斗争，你不要动她。哼，你是在求我吗？求人应该有求人的态度。跪下，你的膝盖没有那么值钱。冷漠，你居然敢！我只给你1分钟，1分钟之后我会出现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。没想到啊，有一天高高在上的南家大小姐也会跪在我面前求饶啊！很可惜，已经晚了。我会用最残忍、最卑劣的手段毁掉你。唉，好好留着你这条膝盖吧，以后你下跪的次数还有很多哦。既然你得意着，会坐以待毙的。盛三少、三少奶奶来了，你们可真是姗姗来迟啊！谁让您是冯太的贵客呢？是吗？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冯太太前些日子在奥拉订购了一批珠宝和钻石，还不都是冲着您这位首席去的？这要是换做别的设计师的话，冯太太哪能瞧得上啊？盛三少来了。冯太，这盛三少、少奶奶都来了，咱们的 party 啊，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开始，我要等的贵客还没到呢。冷小姐，这女人是谁呀？没见过。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冷漠小姐，也是我冯家御用珠宝设计师。原来那些珠宝都不是南陵设计的，而是这个冷小姐。多谢冯太太。是你比某些人有才华，所以我才会选择你。冯太太，我本来不想多话的，但是我实在不愿意你被别人当成傻子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设计师，她的真实身份只是盛家的一个卑贱女佣罢了。啊，就是一个女佣啊。三少奶奶，虽然您曾是首席，但是德不配位，技不如人，输给一个小女佣。本来我是想给你留点颜面，不提这件事儿的，但是你偏要自讨没趣。注意你的身份。各位，我知道很多朋友对冷小姐的设计都很感兴趣，今天她是带着设计图来的，等下我就放给大家欣赏。好。好。南陵，今天的妆容真美，可惜一会儿怕是要哭花了。哇，这个好
好特别呀！他好有才华呀！我喜欢这个，不愧是冯太看的设计师。这个好特别，这个也不错呀。这个好好看呐！盛家三少奶奶？不会吧？是他，就是不一定是吧？哎，你们看，模特后面坐着的那对男女，女的好像是盛三少奶奶，可男的却不像盛三少。是盛三少奶奶，有点像。那不是我，你们别胡说。虽然看不太清楚，但是任谁看都是三少奶奶。盛三少，你这头上的绿帽子戴得挺沉啊。贱人！大家别误会，这张照片虽然看起来很像少夫人，但是根本就不是她。少夫人这么高贵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应该不会吧？冷小姐，你不要帮南陵遮掩了。我最痛恨对婚姻不忠的人，这里不欢迎你，南小姐，请你离开。另外，我们太太圈以后不需要你设计的珠宝，真的很 cheap。我可以离开，但是日后如果你们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，你们可别后悔。今日的耻辱，我会记在心里，早晚会还回来。你给我等着！和南陵出轨的那个男人是谁？你一定知道。害盛家出丑，你满意了？你知道少奶奶的梳妆台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天海酒店的手工皂吗？因为天海集团的公子高天泽是一个大帅哥，也难怪少奶奶会把持不住。高天泽，南陵想不到吧？盛老太太寿辰那晚，你在车里私会高天泽，我就已经让严琦跟踪你，拍下出轨证据。如果你以为我的牌已经出完了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我就是要慢慢折磨你，等你无法翻身，再像碾死一只蟑螂一样抹去你活过的痕迹。你这女人来找我做什么？是我，高天泽进了天海酒店旁边的巷子。你耍什么花样？我没工夫。你自己看。天泽就在那边巷子里，为了他去领赏。想不到吧？南陵居然对你下手这么狠。刚才跟南陵打电话，不可能！我不信南陵会派人杀我。因为盛瑞昭已经知道你们厮混的事，南陵为了自保，不得不杀你。你不信的话，今晚可以去试一下，看看他们有多恩爱。而你，只不过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傻子。南陵，南陵，居然敢这么对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南陵，让我帮你将丑闻进行到底。你做的肮脏事，我会慢慢和你算。今晚的酒会是早就定下的，你最好拿出女主人的姿态，演好这场戏。老公，我都说了，照片里那些女人不是我，只要是我没承认的事情，就不作数的。再说，赶我走，盛家只会失去的更多，何必呢？你真让我恶心！南陵，你给我出来！这个男人好像是上次冯太 party 上和南陵出轨照上的那个男人。爸爸，妈妈，爸爸来找我们了。小来，你乱叫什么呢？谁是你妈妈？小来，谁叫你乱叫的？我是姑妈，你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叔叔，别乱忍。不，我认识他，他是我的爸爸，我是你们俩生的儿子。小来，南陵真的是你妈妈？对啊，我们都对香精过敏，老师说这是遗传。小来，选好爸爸妈妈了吗？啊，各位不好意思啊，我在跟小来玩扮家家的游戏，
他说要自己选一对爸爸妈妈，没吓着你们吧？对，小朋友都是开玩笑的，大家不要当真，开玩笑的，别当真啊。说的是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你是什么人？盛瑞昭，你还演什么戏呀？你不是早就怀疑我跟南陵出轨吗？这么说，你是承认了？南陵，这么多次宴会上，你都给盛瑞昭戴绿帽子，我就不信盛瑞昭这次还能放过你？聪明，你被耍了。我跟南陵之间都是清白的，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在故意设计陷害南陵。冷漠，你以为这么卑劣的手段就能搞垮我南陵？白天，他约我在一个咖啡馆里见面，然后给了我这袋东西，说是让我今晚来盛家，然后说是南陵落在我家了，好破坏你们的婚姻。这些都是我的税权，你这个贱人！真是长见识了，我陷害你们？难道你们的衣服是我扒了拍的照吗？哼，是，我承认，那个照片里的男人确实是我，但是照片里的女人根本就不是男人，只不过是一个和她很相像的女人罢了。我只是苦于追不到南陵，只好找了一个跟她相似的女人做替身而已。但没想到，你这个女人心思如此歹毒，居然借此来破坏南陵的婚姻。水昭，你现在知道真相了吧？我真的没有背叛你，都是这个贱人搞的鬼！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出盛家！水昭，你现在还要帮他？真是相当精彩的一晚。先是小来出来说了这么一段惊为天人的话，又是你的姘头上门来帮你洗白，最后冷漠成了始作俑者。我被你们三个当成傻子耍得团团转。你要开除他，我非要留下来。我要让时间告诉我，谁是人，谁是鬼。别让我知道你除了出轨还有了个孽种。你知道我的脾气，你也应该想得到南家的下场。你干什么？把这个下在南陵每天喝的燕窝里。不久过后，当他被幻觉逼疯的时候，我们就都如愿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盛世集团旗下有很多制药厂，不过这些不对外销售罢了。既然不对外销售，为什么要生产？莫非是用来对付像三少奶奶这样的人？人不能太聪明。小来说那些话是你教的吧？你跟南陵怎么斗我不管，但是不要拿小来的身份做文章。毕竟孽种这个消息传出去，对盛家的脸面不太好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等除掉了南陵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盛家三少奶奶。今晚的戏不错，这睡衣果然在里面。是他太低估我们的关系了。对了，小来这孩子爸妈是怎么死的？他长得和我小时候还真挺像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？我挂了。盛我，小来本就是你的孩子，只不过我不会让你们小人的。南陵，你想不到吧？盛瑞昭这条毒蛇终于要对你下手。夫人，您的燕窝好了。滚出去！我头有点疼，我睡一会儿。是。那
但你更想不到的是，我会利用你的幻觉，把你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小来，是小来。小来，小来，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来，救命啊！我，你这个贱人，给我住手！救命啊！小来，小来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出来！冷漠，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少奶奶，你在找我？这个贱人，害我的儿子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放开呀！兰陵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姑妈，你拿剪刀干什么？小来，你要慢慢看看，你没事吧？你没受伤吧？妈妈，姑妈，你怎么会是我的妈妈？小来，妈妈刚才开枪了，我她要杀了你。你这脸上怎么都是血？你这脸上怎么都是血？姑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吓到我了。少奶奶，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你这个坏女人，为什么要扔掉我妈妈的照片？是你害死我妈妈的！你们一起来陷害我是不是？你这个有人生没人教的小畜生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兰陵，你疯了！我杀了你！我是不会和你离婚，让你分走我1分钱的财产，你就待在疯人院度过残生吧。把他赶出去，不能再留在盛家了。院长，快来啊！家里出事了。至于冷漠，他要是不听话，下场和你一样。守院长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们竟然合起伙来害我！我一定要报复你们！走了个瘟神，终于安宁了。冷漠姐姐，我姑妈这是怎么了？小来不难过，姑妈只是生病了，过几天她就回来了。哼，走，我们进去吧。恭喜你，得逞了，一切进行得很顺利。多亏了你想到利用我儿子来搞垮南陵，跟你的狠比起来，我根本不值一提。不是利用，是合作。嘉轩一直不喜欢南陵，他心里只有他的生母方氏。听说方氏临死前生了场大病，他得了什么病？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就是随口一问嘛，不要那么严肃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一个死掉的人就不要再提，免得嘉轩伤心。做好你该做的，等风波过去，你就是我盛瑞昭唯一的人。你这个贱人，放出去！够！还以为你是盛家三少奶奶，到了这儿，没人能活着出去。滚！南陵，你没事吧？天子，快救我出去！我要被逼疯了，天子，我求求你快救我出去！对不起，南陵，盛家给了疯人院一大笔钱，院长说没有盛家人的许可，你根本就出不去啊！我怎么就出不去了？你也有钱呀，你可以给他们家更多的钱呀！快救我出去，救我出去！我爸已经听说了我们的事情，他现在锁了我的卡，我自身难保，根本就没有能力救你出去。都是冷漠这个贱人要害我。不过这样一想，我被关在这里也有好处，这样他一死，我不就可以脱罪了？
天策，你快去找人给我杀了他，给我杀了他！只要他一死，我自然有办法让盛瑞昭回心转意。你快去，他这次一定要死！雨墨，你没事吧？卢哲，怎么从美国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？知道你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嘛，所以没想打扰你。对了，南陵进了疯人院，你的复仇计划终于快完了。是啊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一切太顺，随时会有事发生似的。你想的没错，你的身边还有比南陵更可怕的人。你说的是谁？盛瑞昭，我查到盛瑞昭原配方氏生前服用了大量慢性毒药，这种毒药对脑神经的伤害特别大，而且恰巧盛瑞昭就有一家制药厂，所以我怀疑方氏的死和盛瑞昭有关。难怪他听到方氏反应这么大。这个衣冠禽兽，雨墨，你现在的处境特别危险，我怕他对你不利啊。既然你已经报了仇，赶紧走吧。放心，我会尽快抽身。对了，你从国外回来住哪？你就不用担心我了，我已经买了栋别墅，打算常住，你就放心去做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我先走了，回去注意安全，拜拜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那个男人是谁？背着我偷男人是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只是一个顺路送我回来的司机。顺路？哪有顺路把人顺到家门口？这才好看嘛！冷漠，我告诉你，南陵在医院回不来了，我身边只有你一个人。如果你再背叛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卢正说的对，盛瑞昭才是最可怕的人，我必须得尽快离开。妈，伤害你的人已经得到惩罚了，南陵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翻身了，你可以安息了。我不会再回盛家了。卢征他看见我回来很惊喜吧？怎么这么快就把我的电话挂掉了？怎么会呢，少奶奶？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灵儿，她就是你说的勾引瑞昭的女人。没错嘛，你不知道这个女人的手段有多下作。自从她来到盛家，我就受了不少的委屈。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被关进疯人院。低贱的丫头，你被解雇了，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出盛家！滚了！赶我出盛家，不怕老夫人生气吗？忘了和你介绍了，这一位是我的婆婆，也就是瑞昭的母亲，盛家的掌权者。她知道你害我，所以特地提前结束了在法国的度假，赶回来接我出来。也对，像你这样的下等人，是永远都体会不到什么叫偏爱的。不要想用少奶奶威胁我，我已经把她藏起来了，你永远都找不到她。别跟着废话了，让她滚！别脏了我盛家的地板！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弃讨回公道？绝不可能！是婉晴突然回来，用了你的玉石。南陵，我很快就会回来，等我。
空气真清新，因为少了肮脏贱人的气息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还有一股恶心味儿？那是因为你自己鼻子坏掉了，有病就去治。哥，我要聘请一位助教老师，月薪8万，人已经到外面了。婉晴，什么助教老师月薪要8万块钱？他能教出金子吗？你肯定是被骗了吧？我跟我哥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起码也是你嫂子好吧？我嫂子是死了的方悠然，你也配？你没大没小。南陵，婉晴还小，不懂事，你让着她点儿。乖女儿看上的老师，别说是8万，就算是几十万也不贵。但是我要看看她值不值这个价。你叫她进来，我想看看她到底是何等人物啊！沈老师，进来吧。我叫沈雨墨，请多关照。贱人，又见面了，小蟑螂，我可想死，想杀死。听说你在找美术老师，我想自荐。我好像在盛家见过你。啊，你是最近被盛家赶走的女佣，怎么想起来当美术老师了？想赚盛家的钱，也别把别人当傻子。你喜欢的画家吴成是当代最离经叛道的画者，他的画阴暗、抽象、诡异，毫无三观可言。一个人面具戴久了，就容易忘记自己原本的样子。你需要一个懂你的人，就是我。我的这幅《圣女之死》送给你，你可以在最阴暗的角落欣赏它。什么圣女之死，根本毫无特点，亏我还信了他。这根本不是圣女之死，是南陵之死。沈雨墨，就是你了。换了张皮回来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你这身行头，得睡不少男人才能买得起。那以少奶奶睡男人无数的经验，你觉得我这身行头需要睡几个男人呢？你这个贱！我已经不是你们家的女佣了，请放尊重一点。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是会还回去的。盛瑞昭，你说句话呀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要是赶他出去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，马上回学校。好了，不就是个家教吗？既然你喜欢，正好沈小姐跟我们盛家挺有渊源，那就留下来。你这贱人还真是难杀呀！看来你是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了。你不是也想置我于死地吗？在疯人院的不忘杀人。你以为这盛家想对付你的只有我一个人吗？那个口口声声说喜欢你的盛瑞昭，才是真正要算计你的人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在我燕窝里下药的全过程都被他偷偷的给拍了下来。他就是这样一个阴险的人。等将来哪一天你要是不听话了，或者是他玩腻你了，这就是他除掉你的武器。你是想分散精力让我去对付盛瑞昭吧？只可惜我现在跟他统一战线，枪口对着的都是你。等我解决掉你，再去对付他也不迟。之前你对我费尽心思，我不还是毫发无损？这一次你自寻死路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等着看我如何反击你。我等着。
夫人，这位享誉世界的珠宝界女王，她竟然来了江南。如果能巴结到她，我就不用怕被盛家踢出去了。南陵，怎么没有听说兰斯夫人邀请你了？谁说兰斯夫人没有邀请我？我也有邀请卡。这是兰斯夫人给你的邀请卡？这不是上个月一个三流品牌斯奈尔活动的邀请卡吗？南陵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沈雨墨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害我！一个三流品牌的邀请卡，你也拿来作假，真是太搞笑了。没想到啊，堂堂盛家三少奶奶竟然穷到这种地步，光顾三流品牌。趁着兰斯夫人不在，你赶紧走吧。我既然来了，就一定要见到兰斯夫人。见不到兰斯夫人，我是一定不会走。请喝咖啡。你这个老奸妇，没长眼睛！兰陵，你太过分了，你竟然打人！一个卑贱的女佣罢了，弄坏了我给兰斯夫人准备的礼物，你卖10辈子身也赔不起。你买的什么宝贝礼物呀？也拿给我们开开眼呢。当然是兰斯夫人最爱的品牌丝巾了。你们要巴结之前也不做做功课，不像我早就打听好了兰斯夫人的喜好。你这个贱人，拿着垃圾给我滚！你这个贱妇！兰斯夫人，蛋糕烤好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刚刚叫她什么？这位就是尊贵的兰斯夫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果然画工精湛，我很满意。兰斯夫人地位尊贵，头一次邀请几位太太来茶会，难免会有一些想要刻意巴结的小人。我倒有个主意，大家都没见过夫人真容，您可以装扮成佣人，一方面呢可以试探他们的人品，另一方面也符合您变幻莫测的处事风格。听上去挺有意思的，就这么办吧。兰斯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给你赔罪，我给你赔罪，我给你赔罪！就算是女佣，你也不该这么随意轻贱。你这人品呢，还真是低劣。而且你带来的礼物，不是想存心气死夫人吗？你别胡说，我带的是兰斯夫人最爱的丝巾。我的最爱？看来南小姐平时并不关注时尚圈的新闻啊。我的亲生儿子，就是被那贱人用这丝巾活活勒死的。所以现在，带上你的垃圾给我滚出去！那份资料是假的，你故意引我入局。来人呐，把这肮脏的司机跟这个贱人一起给我丢出去！这笔账我一定要算在盛家头上。沈雨墨，你这么苦心害我，一定有什么理由。当年那个病房外死掉的女孩，好像就是姓沈，叫什么沈雨欣。沈雨墨也是，还说你不是那家的女人。替我找个人，一个沈雨墨死都不愿意见到的温氏。捅了这么大娄子，你还有心思坐在这儿？哦，忘了告诉你，兰斯夫人说了，以后只要是你设计的作品，一律不让进入名媛圈。真的好想生气啊！可是，一想到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我就忍不住开心了。还给你，你母亲的脏东西。垃圾吗？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戏演的不错，但是也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不错，我就是那个被你杀死的可怜人的女儿。
你害死我妈，还有我姐，我会让你不得好死的。好像拍电影一样，我居然成了复仇剧的女主角，我这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你错了，复仇剧里面绝地反击的才是主角，你只是个不得好死的恶毒女配。多么振奋人心的一段复仇宣言！只可惜我拿到的剧本跟你的不太一样，你只不过是路过我南陵完美人生的一条臭虫而已。而杀死一只臭虫，只需要一只癞蛤蟆。那就等你找到那只癞蛤蟆再说吧。现在请你出去。喂，啊，沈东飞先生，你要找的沈雨墨小姐就在福南路219号的盛府，她可是非常的想你呢。唉，怎么样？我找的这只癞蛤蟆足够将你扒皮抽筋吗？听说你当年逃跑的时候偷走了我扔给你爸的那笔钱，他让我转告你，等找到你之后会亲手送你上路。能见到那个废物老爸我真的很开心，你最好是期盼我没事儿啊，不然我会让你看看灭掉一只癞蛤蟆的臭虫有多厉害。老子找了你12年，足足12年，你知道吗？当年你偷了老子的钱，那帮追债的差点把老子活活打死，我恨不得每天都把你活剐了。你有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吗？你活该落魄如此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兰陵给了我50万，嘱咐我让你再也回不去盛家。不过看在父女一场的份上，嘿，你当美术老师吧，1个月8万，只要你给我个180万的，我就可以放了你，每个月定期往我卡上打钱，否则我今天就要你的命。你这种寄生虫根本就不配做我的父亲，有本事你杀了我，来呀！这是你说的啊，你逼我的，你逼我，我他妈我今天就杀了你！徐墨，你没事吧？我帮你解开。我现在就报警抓他。她只是南陵的一个棋子，世美半城南陵不会放过她的。算了，就算还她一次恩情，以后再无瓜葛。雨墨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送我回盛家，今天晚上盛家有很重要的客人。我这张脸可是大幸运。我之所以让你放了沈东飞，因为我的目标只有南陵。鼎盛集团每年都有关注山村儿童的扶贫计划，那些孩子真的很可怜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，帮助他们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搞得这副样子？我被人劫持了，险些丧命。小姐，你说你被人劫持差点丧命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个人，他戴着面具，他说三少奶奶给了他50万，让我从盛家消失。你胡说！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明明是你的亲生父亲找你寻仇，与我何干？原来那个人是我好赌成性的亲生父亲，我一直在躲避他家暴，没想到被三少奶奶联合起来想要除掉我。我盛瑞昭倒了8辈子霉娶你做老婆！别拍了，别拍了！这条视频多少钱？我买了。你赢了，昨天我花了5000万才买的视频，这才保住了盛家的脸面。你不该怪我，只要南陵留在盛家1天，
你都要心惊胆战，他本身就一无是处。南陵这个贱人，一大早上跑哪儿去了？你还有脸回来？现在跟我去律所签字离婚。什么意思？你别装了，我查过鼎盛现在的账面，流动资金连1个亿都拿不出来，你需要这笔钱。况且，如果你现在跟我离婚的话，我可不保证不出卖奥拉。怎么选择，你自己定。看来我没得选，我是个商人，当然利益至上，婚姻也一样。很好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不像某些人。你输了。不是你赢了，南陵，你的克星马上就要来了，等着吧。各位，宣布一件事情：即日起，南陵将重新出任奥拉总裁一职，让我们欢迎他的回归。此外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。我宣布，即日起，盛家曾经的3等女佣沈雨木女士正式成为我南陵的得力助手。大家掌声鼓励。不是吧？你的助手比你能干又漂亮，你也配吗？我的好弟妹。那个败家子儿不是被你丢到北市自生自灭了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他一定是知道你有2个亿，回来跟你争夺家产。怕什么？我能赶走他1次，就能赶走他第2次。敢跟我争家产，就算是亲兄弟，我也不会放过。希望他不要自寻死路。还让我亲一个吗？不要！你放开我！救命啊！别啰嗦！救命啊！不要！还让我亲一个吗？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英雄救美啊！我说盛伟昭，你怎么什么都要和我争啊？这小贱人又是你的谁啊？她是我的女人，你再敢动她，小心我废了你！滚！有种啊！现在是你的，不代表将来也是你的。既然我回来了，我就要把盛家给夺回来，咱走着瞧啊！瑞昭，还是你好，只可惜我被南陵赶出盛家了。我只想和你日夜相伴。那我让你回来。既然南陵找你做他的助理，正好以这个名义搬回来住。你真好。宋少武，我没理由拒绝，就让你回来看看你还能怎样。蠢材，你永远是我的垫脚石。你还真悠闲呢。哼，你是谁？要是让盛瑞昭知道我来江南了，我下场会很惨的。我花钱弄你回来，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丧气话的。我听说你被赶出江南，是因为你手里有盛瑞昭和南陵的把柄，不想一辈子被他们踩在脚下。去上车吧。哼，有意思，我跟你合作。说吧，为什么要让我回到盛家？这和盛瑞昭和南陵的把柄有关。原来如此，南陵帮盛瑞昭做假账，骗银行的钱。不错，证据就在盛瑞昭书房的笔记本电脑里。不过他很谨慎，从来不把笔记本带出书房，而且密码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所以你让我回到盛家，是想让我勾引盛瑞昭，拿到他的犯罪证据。不得不说呀，你在厕所门口那出戏可真带劲，我都差点对你动真格的了。美丽的女人，盛瑞昭喜欢，我也喜欢。是想跟我联手对付他们，还是做我的箭靶？你自己选。你难道没有发现，今晚南陵很巴结一个人吗？你是说霍太太？霍太太势力庞大，她的先生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加工厂。你猜南陵想做什么？南陵得罪了莱斯夫人，已经少了1半资产，
霍太太的名媛圈世界闻名，不是非富即贵的人不得入会，所以他想巴结霍太太，获取钻石资源。我懂了，找你回来果然没错。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你错了，我们不是合作关系，是雇佣关系。酬劳是盛家的财产，希望你能分清主次，盯紧他们。有事我会找你。霍太太，接到您的邀请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坐吧。听说盛家也并非世代豪门，而且也只是在江南有点财力，综合实力在国内都排在100之外呢。况且你三少奶奶更是臭名昭著，我们圈子从来没接受过像你这样的人。就是和你坐在一起被人看见，只会拉低我们的身份。少奶奶，请用燕窝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以为这个地方是随便谁都能来的吗？沈小姐是今日特邀侍女，她也是你的助理。她来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对一条狗的行踪并没有那么感兴趣。果然，天生就是爱服侍人的东西。这燕窝你又做了什么手脚？你这个下作的女人！抱歉，太太，我弄脏了。拿开你的脏手！你怎么这么对沈小姐？你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恶毒，她之前就在我的燕窝里下过毒，这些白色粉末就是证据。这白色粉末是山药粉，我们的杯子里都有。沈小姐说山药养胃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哎呀，你们看，兰陵的品牌包掉色了。你这堂堂的盛家三少奶奶，竟然用假包，实在是太丢脸了。这么说的话，一定是有人调换了。一定是你这个贱人，只有你用这种下作的手段。夫人别打我了。兰陵，这些伤是你打的。我没有，你们不要被这个女人给骗了。她是你的助理，除了你还有谁能下这么狠的手？沈小姐，你说是不是她？冯太太，你别问了，我不会出卖夫人的。你这个手段卑鄙的贱人，霍太太面前岂有你耍心机？瞧盛三少奶奶的架势，没少对手下人动粗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敢来教育我？我知道了，是沈雨墨喊你来演戏的吧？装什么孙？住口！这位是卢少，是我的朋友，他在美国的资产买下你10个身家都绰绰有余。我劝你啊，谨言慎行。没关系，相比于南小姐早年的战绩来说，这不算什么。卢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也只是听说的。12年前，我听说南小姐在一家医院里逼死一对母女，害得他们一家家破人亡。这样的人实在不配与各位太太比肩。你胡说！我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，一定是沈雨墨在你耳边嚼舌根是吧？嚼什么舌根？你不是说没有这回事吗？你简直胡言乱语！我没有逼死那对母女，是他们下等人自己命短，与我何干？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？霍太太，把她轰出去吧，我们圈子可容不下这样的人。不错，我可不想和这样恶毒没品的人为伍。霍太太，我真的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，你要相信我。你跟我说过的要为奥拉提供钻石，我已经跟盛瑞昭说过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反悔呀，霍太太。我对你的人品还有怀疑，合作的事就当我没提过。你走吧，我们来日方长，走着瞧。我一直瞧着呢，少奶奶，是你太弱，难起风浪。老公，我们好久都没亲热了，你笑什么？看来收了霍太太的合作，想来讨好我，可惜我对你没兴趣。你倒是对沈雨墨感兴趣，可他还不是被其他男人包养，人尽可夫的贱骨头罢了。
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可没撒谎，霍太太他们都看见了，有一个男人处处偏袒沈雨墨，不是有一腿是什么？表面清纯，骨子里就是个下贱货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别忘了我们的关系，纯属利益捆绑。你想留在盛家，就要拿出源源不断的价值，早晚会被淘汰。喂，妈，又怎么了？你给我拿3000万。3000万？你又去赌博？家里的钱都快被你输光了，我没钱。没钱？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要不是你给盛瑞昭2亿，我会拿不出钱还债。我不管，明天我就去找盛瑞昭借。你们不给我就传出去，看你们怎么办。喂。大清早的，喝点粥吧。在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昨天会所里护着你的男人是谁？魏主汤神。兰陵的话你也信？看来你是很紧张我的。除了你，没人能让我这么紧张了。我一进来你就把电脑合上，这就是你说的爱啊！我要知道电脑里的秘密。电脑里的关乎我和南陵的命，他死不要紧，我不想跟着死。聪明人应该知道什么该问，什么不该问。四面都有监控，看来这里秘密不少。原来你是跟这个贱人在一起，难怪说你不方便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别装了，南陵没跟你说吗？我现在急需3000万，开张支票给我。什么3000万？我哪来这么多钱？没有。哎，你拿我南家2个亿，我问你要区3000万，你说没有啊？我的确没有这么多钱，钱都拿来还银行的债，还有发展一些项目。更何况，我们盛家没有钱还你赌博的账。哎，盛瑞昭，你这是过河拆桥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不给钱给我，我就不离开这里。拿钱来，不然我就到外面去，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不管我这个岳母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来人，把我的岳母大人请出去！盛瑞昭，你敢？盛瑞昭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！你南陵，我就让你尝尝知青被当众羞辱的屈辱，让你体会什么是钻心之痛。明天晚上有慈善晚宴，你穿这个跟我出席。你这是想羞辱我？是，你能怎么？别忘了，你就是我雇来的一条狗，不愿意，现在就可以滚。沈雨墨，明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那我们就定下了。贾太太，您今天晚上也太漂亮了，这慈善晚会办得有声有色的，我得向您多学习。来，敬您。请问要喝酒吗？哎呀，不要！这不是盛家三少奶奶的母亲吗？我不是，我在这里做旅游。妈，你穿成这样做什么？你是要丢尽我的脸吗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要不是你们两个见死不救，我会借钱还债吗？我白要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原来盛三少奶奶的母亲是个赌徒啊，真丢脸。据说啊，南家1半的家产都被他输光了，有这样的吗？真丢人。是啊，盛家这么有钱，也不见借钱给岳母，可见这女婿也不是个好人。是我，钱借给南陵母亲了吗？很顺利，他以为我是借的公司老板。南陵非让我穿着女仆装去参加慈善晚宴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你按会宴分去吧，我想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蹊跷。少跟我废话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
给我回家去！我是不会走的。借给我钱那个人说了，只要我今天晚上做一晚上的女仆，我那3000万的借款就一笔勾销。我是不会走的。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？谁跟你说的？我只知道他姓卢，姓卢，是卢正，是沈雨墨。都是你害人！前2天岳母来家里，我就说把钱借给她，是你非不同意，你非说什么跟她断绝了母女关系，不让我给她借。你真狠！盛瑞昭，你果然是条毒蛇，南陵根本斗不过你。原来是南陵不愿意借钱救母亲，还是个人吗？真是太坏了！这个女人真是猪狗不如。看来盛瑞昭是让我和母亲断绝关系，如果我不肯，他一定会将我赶出去。我不能失去一切。没错，我早就和这个赌棍断绝了母女关系。来缠着我们做什么？瑞昭一直想帮你，是我在中间拦着。你3000万给你，还不如直接杀掉。就凭你这样的人也配做我的母亲，简直令人恶心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，一辈子被男人拿捏，我就是要整垮你，我就是要整垮盛家，怎么样？岳母大人，你别生气了。你放心，你借的钱呀，我帮你还了。南陵，赶紧给岳母大人写张支票。我1毛钱都不会给这个女人。保安，还不快把这个刁妇给我拖出去，在这丢人现眼！老公为了名声，逼自己陷害自己的母亲。南陵，你真可悲。用不着，我自己会走。南陵，你真的蠢，你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记住我今天跟你说的话。哎，沈雨墨，今日之仇我必报。看着你流泪，我真是高兴。南陵，这样狼心狗肺的人啊，也不配站在这里。没错，南小姐，你才是拖垮整个盛家的累赘，所以还是请你离开这里。各位夫人，你们别这样，南陵已经知道错了。他这个人吧，平时也没什么朋友，已经很可怜了。你们都别再针对他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马上就会。不好了，外面有一个中年女佣被车撞了，血流了一地，司机都跑了。明天晚上慈善晚宴，你就在门口等着。如果有一个穿女仆装的女人跑出来，你就给我开车撞死她。我会想办法让她出来的。沈雨墨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处。南陵，你果然想害我，只可惜搭上了自己母亲命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少奶奶，恭喜你怀孕了。什么？你突然晕倒了，刚刚医生给你检查说你有2个月身孕了。你和瑞昭结婚2年了，终于有消息了。要是南夫人知道这个好消息，该有多好。对了，我妈被车撞了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你们倒是说话呀！她怎么样了？她死了，没抢救过来。死了？不可能！南陵，你别激动啊，别伤着肚子里的孩子啊！你们都出去吧。出去！你想干什么？贱人，这2个月我根本没有碰过你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你要是敢怀了别人的野种出来，我一定弄死你。你是不会杀我的，你需要这个孩子。我可以帮你斗垮盛清河，赢得盛家更多财产。你又可以在人前树立你的好老公、好丈夫人设了，不是吗？南陵啊，
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不过，我喜欢你的主意。孩子不是盛瑞昭的，肯定是高天泽的。这样的喜讯，又怎能不让孩子的生父知道呢？妈，对不起，都怪申玉墨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让他下去服侍你。这个贱人，我一定让他不得好死！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的？盛瑞昭已经2个月没有回来了，一定是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不是又是申玉墨那个贱人？跟盛瑞昭离婚吧，我不能接受我的孩子跟着别的男人，别逼我，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是吗？瑞昭，那你准备怎么做呀？盛瑞昭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就是你老婆肚子里孩子的亲生父亲。瑞昭，是他来纠缠我的，我早打算和他一刀两断了。南陵，你太天真了，你我之间的事情都已经被撞破了，他怎么可能会原谅你？看来你这个豪门弃妇是当定了。正好，你和孩子都可以回到我身边来。看来你对这个贱人还真是一往情深啊！我可以成全你们2个，只要南陵将这个孽种给我生下来，我就可以放他走。放他走？那孩子呢？那孩子可就走运了，他会认我盛瑞昭为父，等我搞垮盛启和，继承盛家的产业，利用完他的价值，我自会让他滚。到时候你们一家3口就可以重新团圆。你个畜生！你一个败家玩意儿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我劝你冷静点，要不然我不高兴了，就你们高家那点产业，我一定吞的一个子儿都不剩。你今天让我很不愉快，一会儿自己打车回去吧，不要让人看到你们2个在一起。真是精彩，南陵，这下你等着身败名裂吧。你做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没有我允许不要跟我碰头吗？我是来告诉你，我不能让南陵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否则我1毛钱都拿不到。你想怎么做？当初他设计让盛瑞昭把我赶出江南，现在我杀他一个孩子不过分吧？你要真这么做，才会1毛钱都拿不到，没必要搭上自己。相信我，只有孩子生下来，你才有资格和盛瑞昭谈条件。老板，你要的资料是你告诉高天泽孩子的事儿吧？除了我，还有谁会这么关心你啊？贱人，我非弄死你不可！西安对宝宝不好，你可一定要顺利生产。我可是时时刻刻都在等他出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还有一份惊喜在等着。三少奶奶，经过我们的检测，孩子已经停止发育了。这件事情如果被第3个人知道，我一定会让你在江南立不了足。是，三少奶奶，三少爷一定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。既然保不住这个孩子，那就为我做最后一件事吧。申玉墨，你想利用这个孩子对付我，但你想不到的是，我将利用这个死胎送你下地狱。我们为什么不进去啊？是时候了。什么时候？你做什么？当然是送你上路。求求你，求求你放了我！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我求求你别杀我的孩子！我求求你！南陵，我的肚子，
救车呀！你竟然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放过，是我低估你了。贱人，是你害死了瑞昭的孩子。妈，小点声。我的孩子没了。雨墨，我知道我平时对你脾气大了点，可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也知道孩子是无辜的，像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人，根本就不配为人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南陵害死自己的孩子来冤枉你？你别血口喷人了。别人可能做不出，可他是南陵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孩子只是他的踏脚石。你知道12年前你比他歹毒10倍。南陵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多谢妈为我做主。尽管高兴吧，很快这一切便会被我毁掉。瑞昭，赶紧打电话报警，把杀你儿子的凶手给抓起来。好啊，那就报啊，顺便把杀人凶手盛家3少奶奶一起抓起来。你说什么？南陵杀了谁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来盛家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复仇。南陵他害死了我妈，害死了我姐，我发过誓，一定让他没有好下场。所以一直以来，你都在利用我。没错，只可惜你很没用，一早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了。从你到我们盛家那天开始，我们盛家就没过过一天安静的日子。你要报仇，你报你的仇啊！你为什么要害我们盛家啊？我们盛家哪一点对不起你啊？怪就怪盛瑞昭迟迟不和南陵离婚，怪你们利欲熏心，怨不得别人。你们不是要报警吗？我帮你报。不行，南陵现在还是我们盛家的孙媳，我们盛家不能出现杀人犯，你不能毁了我们盛家的清誉。我给过你们机会，其实只要你肯报警，我一定会放过盛家。是你自己放弃了，一群泯灭良知的人。我沈雨墨今天正式向盛家宣战。盛瑞昭、南陵，很快你们就会跪下来求我。看你气色恢复的不错，多谢霍太关心。那天在医院，要不是有你给我主持公道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谁能想到沈雨墨看上去很温柔，竟然那么狠毒？之前是我们看错人了。是啊，哎，那不是卢真吗？美国有名的钻石王老五，听说啊，他这次带了8个亿回国投资呢。好一个钻石王老五，不吞下这口肥肉，我绝不罢休。卢少，聊一聊。不好意思，没兴趣。头好晕。你没事吧？我就知道，没有男人是不爱美女的。听说卢少要找一家公司投资，为什么不考虑一下鼎盛在西海的项目？原来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和男人谈生意的。哼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用更刺激的方式来跟你谈项目。我能给你的，一定比沈雨墨给你的更好。是吗？那我还真想见识一下。明天晚上盛家有一场很重要的宴会，希望你能来。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蕾丝裙？我喜欢不穿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明天晚上给你惊喜。喂，上钩了。他约我明晚去盛家晚会。依计划行事，我也是时候该表露身份了。听说莫征集团的总裁要注资鼎盛在西岛的项目了，能拉到卢征这样子的大人物，放眼国内再也找不到第2家这样子的殊荣。是啊，这都是3少奶奶的功劳，可不是我们这些小门小户能比的。太客气了，卢公子也是看上了鼎盛的实力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沈雨墨，又是你！
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他是谁？怎么没有见过呀？哼，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，总和盛家作对。听说他被墨征集团的总裁卢征包养。哼，我还未出生的孙子就是被他害死的。当初我们可都是被他的清纯外表给欺骗了。哎，你有句话说错了，您孙子是被他妈害死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沈小姐，请你自重，还请你快点离开，不然一会儿保安架着你出去可不好看。放松点儿，我今天就是来跟南离小姐好好玩游戏的。你这条项链眼熟吗？这是你3年前的设计作品《苍月》，当时你就是因为这条项链在业界内名声大噪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没想到你这个贱人还有点眼光，只可惜施安基就算戴上了钻石项链，也变不成凤，你说是吧？是吗？服务员，送你了。真的吗？什么？价值1000万的项链转手就送人？项链是赝品还是偷来的？像你这种穷鬼，怎么可能买得起我设计的钻石项链？这条项链和南陵的设计风格好像，但奥拉好像从来没有发售过。都是像吗？因为它出自同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南陵的枪手。你别胡说，我的设计都是我自己想的。我就是证据。3年来，我给你在背后当枪手，你的每一个作品都是我设计的，包括苍月。当初那个海外大学生是他，竟然是沈雨墨，这不可能。这是3年来我跟南陵的聊天记录，里面清晰地记录着每一条我为他提供的设计。你们所谓的奥拉首席设计师，不过就是一个资质平庸的骗子。可笑，就凭这伪造的聊天记录，你就想骗过我们所有人？你简直愚蠢！看来你是不见黄河不死心。想不到吧，南陵，为了报复，3年前我就行动。果然是一模一样。没想到你的设计全是买沈小姐的，还自称自己是首席。南陵，你真可恶！莫非盛三少是知情的，联合南陵欺骗我们？我们再也不会买奥拉的珠宝了。你们就等着退出国内市场吧。贱人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有才华，原来都是买来的。奥拉被你害惨了。这些设计都是我花真金白银买来的。沈雨墨，我从来没有亏欠过你的费用，你现在出来泼我脏水，有点太不讲道德了吧？道德？说起道德，我还有更大的惊喜给你。盛瑞昭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就是你老婆肚子里孩子的亲生父亲。瑞昭是他自己来纠缠我的，我已经打算和他一刀两断了。这孽种可就走运了，会认我盛瑞昭为父。等我斗垮盛启和，继承盛家的产业，利用完他的价值，自会让他滚。真是的，到时候你们一家3口就可以团圆了。太荒谬了！施瑞昭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明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，只想利用孩子争家产。瑞昭，南陵肚子里怀的是个孽种。不是啊，奶奶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我没说过那些话。这个女人满口谎言，她就是个女骗子。没错，我保证我没有出轨，我南陵对得起盛家。沈雨墨，你不要再妖言惑众了。你以为拿出一段破录音出来就能斗垮我们吗？你简直是做梦！光是录音当然不够，进来吧。妈妈，你去找一个孩子叫小兰，带他去验 DNA， 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揭开南陵的假面具。南陵，没想到你一直在骗我们。什么侄子？
竟然是你自己的孩子，真的太脏了。不是，我不是你妈妈，你给我走开！妈妈不要我。南陵，亏我还相信你，竟然连亲生骨肉都不敢认，你简直畜生不如！我们都看走眼了。报告也可以是假的，你们凭什么只相信他，不相信我？他就是个下等人，一个贱人，你们没理由站在他那边的。我没有做过对不起盛家的事情。你没有做过对不起盛家的事，那我算什么？你没有做过对不起盛家的事，又怎么怀上了我的孩子？还怀过2个？原来小来真的是我的孩子，他是我儿子。南陵一直知道，他瞒了你这么多年，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孩子的母亲。我和他的厮杀，孩子是无辜的。等我公告天下后，你把小来带走吧，他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小来是我们高家的孩子，我会带回高家。南陵，你这个贱妇，我们盛家就是被你拖垮的。各位，其实我们瑞昭早就和这个贱货解除了婚约，他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，所以呢，他的所作所为跟我们盛家无关，我们盛家也是受害者。你个贱人，你笑什么？笑你们一家子虚伪，把别人当傻子呢。你们跟南陵根本就是一丘之貉，演什么苦肉计？沈雨墨，你毁了我，我死也要拉你当垫背！再伤害雨墨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陆少，你来了。盛瑞昭，你睁开你的眼睛。莫征集团向鼎盛的注资是我拉来的，你要是敢跟我离婚，我让你一败涂地！想让莫征集团注资，你得为我们总裁，我决定不了。总裁？你不就是总裁吗？哼，各位，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沈雨墨小姐，就是莫真集团背后的总裁。不可能！你这个贱人，怎么可能是莫征集团的总裁？他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说这样的谎话？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事实就摆在眼前，由不得你不信。你不是想让我们注资盛家？那现在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到我妈坟前给她道歉，求她原谅，我考虑考虑。我凭什么？是你妈自己没用不经打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，那盛家就……那个，沈总，南陵跟盛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现在宣布，我跟南陵已经离婚了。还希望沈总放过盛家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一丘之貉，你这个伪君子！我呸！你想让我离婚离开盛家？你做梦吧你！我死都要缠着你，盛瑞章，你别想摆脱我！沈雨墨，今日之仇我很快就会报，你给我等着！沈总，南陵跟盛家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还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盛家。我记得我在盛家的时候就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不珍惜，你不配让我原谅。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机会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你卸任鼎盛的董事长一职，由你的哥哥盛启和接管鼎盛，我就考虑注资盛家，决定全交给你。瑞昭，为了鼎盛，你就答应了吧？是啊，先把这个女人的钱骗过来，到时候还可以反悔。好，只要你同意注资，我即刻卸任董事长一职，即日起
盛启和就是集团董事长。谢谢你啦，我的好三弟。好，各位，我以莫征最高决策人的身份宣布，我们莫征将开启一个8个亿的投资项目，投资对象鼎盛集团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。盛瑞昭，我怎么可能会帮你呢？盛家也在我的报复名单中。走吧，陆征。走啦。你还好意思回来？我们已经决定离婚了，明天我就找律师。你别想连累我们盛家。好啊，看来你是打算跟我鱼死网破了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帮你隐瞒你杀害你前妻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当年你前妻嫁给你之后，方家就破产。这个时候你看上了南家的实力，觉得我能帮你，你又嫌你前妻碍事，所以就慢慢下毒害死我，是不是？死无对证的事，我根本不用怕你。对，是死无对证，但是你知道舆论的杀伤力。如果这件事情被鼎盛集团知道了，你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呀？你还有多少胜算能斗得过盛启和？恐怕下一个要被赶出江南的就是你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要惹怒我。我们俩共同的敌人是沈雨墨，等除掉他之后，再算我们两个之间的账也不晚啊，对不对，我的好老公？盛总，盛家股票大跌，被多家银行拒款了。什么？妈的，这鼎盛也不中用啊！沈雨墨迟迟不注资，女魔头多半是唬人。不过我没理由陪着盛家一块死啊！嗨，干脆卷公款逃跑，把这个烂摊子丢给盛瑞昭，看他怎么办。哼！雨墨，不，沈总，盛启和卷款逃跑了，只要你肯出手救鼎盛，我一定帮你搞垮南陵。瑞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客气一点，即日起，沈总正式接管奥拉，是我们的董事长，你得叫他老板。你把奥拉卖给这个贱人，盛瑞昭，你疯了！他没疯，是你太天真了。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奥拉解雇了。你敢解雇我？我是奥拉的首席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恬不知耻！延期传话下去，从今天起，南陵被奥拉解雇，谁要是再敢聘用他，就是跟我沈雨墨过不去。你这个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贱人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还不够，南陵，游戏还没结束。夫人，您再让我进您的团队吧，我可以放下一切，跟您去国外发展。我早就听说你近3年的设计全是出自沈小姐之手，如今你走投无路了，竟然还拿着这些到处招摇撞骗，简直无耻！兰斯夫人，这些年我对珠宝的经验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帮到您的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，只需要您一句话，我一定可以重新翻身的。您能不能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啊？沈小姐有句话说得好，做人先修德。南陵，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无德。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你走吧，没人能帮你。兰斯夫人，您的报价非常合理，我照单全收。沈雨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小姐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，她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你明白了？你们两个一丘之貉，简直卑鄙！卑鄙？谁比得过你？如今你大势已去，我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还留着你吗？因为我还没玩够。只要你还有一丝斗志，
我都要不停地折磨你，直到你没有喘息的机会。沈雨墨，你别太得意。站住！设计稿留下，这是你不配用的。我和你做笔交易，我可以跟你离婚，但是你要给我5000万。南陵，你也太高估自己了吧？你也值5000万吗？你刚出售了奥拉，我知道你手里有钱。你要是不肯给我的话，我们就上法庭，到时候你的一半财产都是我的。现在我只要5000万，钱一到手，我永远都不会来纠缠。好，我给你5000万，拿着钱给我滚！盛瑞昭，我南陵一定会让你后悔的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猜的没错，他来找我借钱了，我给了他5000万，接下来怎么做？你还不配过问我的决断，做好你的分内事。累了吧？你其实不用那么亲力亲为的，任何事情都可以交给我来做。没关系，南陵蹦跶不了几天了，等他真正一无所有，我就送他进监狱。我最近在查李金老婆的死，我总觉得跟南陵有关，希望会有结果。你要收购丽景商业街？不用收购，自然会有人送给我。这可是南陵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你今天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这几家店都是我新买的，怎么样？才花了5000万，也不是很贵。5000万啊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南陵也正式创立自己的珠宝品牌逸陵，我再也不用受人牵制了。南总，这条丽景街被大公司收回了。什么？是谁？莫州集团。沈雨墨。沈雨墨，你早就知道我要买丽景街的店铺，所以收购了整条街。没想到我南陵值得你这么破费啊！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丽景街是我收的不错，那也是因为丽景街的曲总欠了我一大笔钱，他特意把丽景街送给了我而已。合同呢，是你跟曲总签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竟然如此算计我！这么说，盛瑞昭肯给我钱，也是你安排的？不错，我赶狗入穷巷，你需要翻盘，就肯定需要资金。我只是提前算准了你的心意，怪就怪你自己蠢。沈雨墨，你害得我一无所有，我死也要拿你当垫背的！你南家都被查封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里撒泼？不可能！新闻上都已经播出了，亏得你姓南，怎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啊？你们想看我死是吗？做梦！我南家在福海还有一块地，只要福海的发展计划成功实施，我们南家一定会。你是说3年前你们南家在福海买的那块地？不提我都忘了，那是我当年特意让人放的消息，说那里要搞一个旅游开发区，没想到你们还真信了，花了5个亿买了一块破地。你这个毒妇！我们走着瞧。那就走着瞧喽。你是在找这个吗？还给我！里面的视频都被我删光了，你最后的底牌也没有了。你最终还是输给了沈雨墨，也输给了我，盛瑞洲。你以为我会走投无路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有孩子，我还有高天泽，就算所有人都背叛我，他们都不会的。是吗？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不过，你这么对小来，你觉得他们还会接受你？你一定会输的，一定！
天泽，你开门啊！天泽，天泽，你来做什么？天泽，我和盛瑞昭离婚了，我可以回到你身边了，我可以完完整整的属于你了，天泽。是，你这种连亲生儿子都可以抛弃的女人，我可不敢高攀。小兰已经不想看到你了，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天泽，你开门！天泽，高天泽，你给我滚开！沈雨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你以为会打败我？最后一张牌就是你的催命符。沈总，已经找到您父亲的下落了。很好，想办法让南陵得知这个消息。他现在已经穷途末路，我不推他一把，又怎么抓住他的罪证？沈总高明。南陵，你永远也别想飞出我的手掌心。靠，他妈还以为护士呢。看你过成这个样子，你应该还不知道你女儿沈雨墨是千亿富豪吧？什么？他是富豪？你他妈唬老子呢吗你？哼！我明天晚上约了他在东郊废楼前见面。如果你想要钱的话，应该知道要怎么做吧？臭婊子，千亿富豪了都不养你爹，你他妈还是个人吗？啊！沈雨墨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看镜头笑一个。是你杀死沈东飞的？是啊，就像你嫁祸李金一样，我也要让你尝尝被嫁祸的滋味。怎么，害怕了？我没有杀死李金，是他自己摔下楼梯摔死的。我不像你，手上没有沾染人的鲜血。真是虚伪。沈雨墨，你扪心自问，如果那天晚上不是李金自己跌下楼梯，你会留他活口吗？装什么圣？没错，如果那天不是他自己摔下楼梯摔死，我一样不会放过他。但是我不像你，残害无辜，毫无悔意，你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悔意？我有什么错呀？你们这种人本来就像蝼蚁一样苟且偷生，你以为没有我，你们一家4口就能幸福美满了是吗？你错了，沈雨墨，你看看你这个没用的父亲，好吃懒做，酗酒赌博，甚至还家暴。就算没有我，你妈迟早也会被他活活打死的。你的悲剧人生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。我只知道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盛瑞昭一直都知道我多年前杀害你母亲的事情，他也知道是我杀害了李金老婆。在我嫁给他之前，他就找人调查过我所有的事情。你看，他就算知道我恶事做尽，却还是要选择替我隐瞒罪行。这就是你相信的因果吗？现在你知道了所有事情，其实比起我，你更应该恨的是盛瑞昭这条毒蛇，连方氏都是他害死的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我也就不必再隐瞒了。没错，方氏是我杀的，我也早就知道南陵杀人的事实。不过，我怎么可能报警？这会害盛家损失多少钱？我怎么可能这么做？你要干什么？送你去见你妈。杀了你，我还真舍不得。可是你知道的太多。盛瑞昭，住手！媒体朋友们，你们来得正，这个人杀了南陵，他还想杀了我，你们快拍他，快拍他！不好意思，本来是想抓南陵的罪证，没想到把你也扯下来了，正好把你也送进去。你身上还有商业罪，一起伏法吧。没想到我还是输给了你，我就应该早点杀了你。我报仇了，12年了，我终于报仇了。雨墨，一切都结束了。